王宫高地第4层花田，迪亚曼蒂趁着巨鲁士反应不及时，将手中的蛇剑甩向雷贝卡。雷贝卡举起自己的无刃长剑，巨鲁士大吼一声：“快躲开，你防不住！”而此时，卡文迪许刚好护送罗宾到了第4层，罗宾及时出手锁住了迪亚曼蒂的蛇剑，救下雷贝卡。罗宾带着惯有的自信微笑，告诉巨鲁士：“士兵先生，接下来由我保护雷贝卡，放手干吧。”巨鲁士道了一声谢，转过头来，愤怒地看着迪亚曼蒂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他要开始发飙了。发飙！迪亚曼蒂挥起自己的蛇剑，一道剑锋砍过来，巨鲁士十分狼狈地躲开。发飙也得看看对象，你以为我只是个会飘来飘去的斗牛士？老子现在才是竞技场最强的人！迪亚曼蒂发动陆军旗，巨鲁士脚下不稳，迪亚曼蒂冲过来，拿剑一顿狠砍。接着，迪亚曼蒂掏出几个烟花筒，烟花筒中喷出了一堆的剪纸片在空中。这些是迪亚曼蒂将某些武器轻飘飘化之后得到的产物。当他解除能力，那些碎纸片就变成了一个个荆棘铁球，布满天空，就像是繁星一样闪亮闪亮的。迪亚曼蒂傲慢地说：“这个能力可是干掉过一整个军队的。”罗宾用花花果实能力折断许多向日葵，把向日葵缠在一起组成花伞，顶在头顶。迪亚曼蒂则变出了一把铁伞。可怜的巨鲁士孤立无援，荆棘铁球像雨点一般拍了下来。巨鲁士挥动长剑，将密集的铁球弹开。巨鲁士大吼一声：“这种雕虫小技居然能干掉一个军队，那这个军队的实力一定十分弱鸡！”巨鲁士举起长剑，一边对抗荆棘铁球，一边冲向迪亚曼蒂。迪亚曼蒂恼羞成怒，拔出手枪，对着巨鲁士的单条腿就是一枪。铁球无情地砸在他的身上，将巨鲁士砸得浑身是血。大嘴猴迪亚曼蒂暴虐地大笑起来。雷贝卡愤怒地大吼一声，提起长剑想要冲过去与迪亚曼蒂拼命，但被罗宾死死抱住。就在迪亚曼蒂洋洋得意的时候，巨鲁士由荆棘铁球雨中爬起身来，表情刚毅，身体如同竞技场的雕像一般动也不动。迪亚曼蒂都看傻了。巨鲁士抬起头怒喝一声：“把剑放下，雷贝卡，这是我的战斗，你应该一直守护你母亲的愿望。就算站在竞技场上，你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，你的双手依旧纯洁美丽。”雷贝卡为之一振，紧握长剑的手突然松开。绝对不能让这种歪门邪道玷污你的手，我不会再让你举剑的。巨鲁士愤怒一吼，提着自己的大剑冲向迪亚曼蒂。迪亚曼蒂被巨鲁士的气势震慑住，脚下的步伐都乱了，举起手中的剑，十分吃力地抵抗巨鲁士的攻击。巨鲁士的愤怒一剑砍断了迪亚曼蒂手中的铁伞，并沉声喝道：“我要夺回这个国家的和平！”雷之破坏剑。巨鲁士纵身跃起，一剑斩下来，砍断了迪亚曼蒂的大宝剑，也将迪亚曼蒂重重地砍伤。迪亚曼蒂吐出一口鲜血，倒在花田中，失去了意识。巧的是，迪亚曼蒂倒下的地方正好就是雷贝卡的母亲曾经埋葬的地方。迪亚曼蒂曾用手枪杀死雷贝卡的母亲，这场跨越了10年的仇恨，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。雷贝卡哭着奔向巨鲁士，巨鲁士向罗宾点点头，表示感谢。罗宾勉强一笑，脚下一软，坐在地上。他的后背已经被荆棘铁球砸得鲜血淋漓。远处的紫罗兰将看到的这一幕转播给了利库王和身边的国民们，大家愣了几秒钟，随即举手欢呼起来。没想到他们眼中无敌的唐吉诃德家族干部居然也有被打败的一天。德雷斯罗萨解放的日子正在来临，国民们十分羞愧。本来他们还想帮助多弗朗明哥抓捕草木团的成员，以换取他们自己的活命，现在来看，这种做法不仅愚蠢，而且太忘恩负义了。国民们终于相信草木团是可以和唐吉诃德家族抗衡的，有很大的希望能够将德雷斯罗萨解救出来。利库王率领这些国民来到街上，将好消息散播出去，让大家重新燃起生存的希望。街上，大将藤虎已经亲自动身巡逻，督促手下们保护群众。王宫内，唐吉诃德家族的守卫们将被打败的干部们送进了王宫。小人族公主曼雪莉是治疗果实能力者，可以治愈他人，受伤的干部可以通过曼雪莉的能力得到治疗。紫罗兰通过千里眼的能力窥探到了这一情报后，立刻联络了工厂那一队的小人族以及正在王宫之中狂奔的雷欧。雷欧得到消息，加紧了小碎步，不过他已经被守卫发现，守卫们对着雷欧一顿开枪射击。雷欧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躲开袭击，将守卫干掉，冲向礼拜堂。中间肥胖欧巴桑乔拉将曼雪莉抓了出来，强迫他给受伤的干部们治疗。现在敌军都已经身负重伤，只要己方的干部得到治疗恢复体力，就可以将敌人一举击破。乔拉扭动着自己肥胖的身躯，用极为不耐烦的口吻强制曼雪莉实施治疗。曼雪莉温柔地拒绝乔拉，眼前这伙人就是伤害了利库王的唐吉诃德家族。多弗朗明哥强取豪夺王权，将国民当作奴隶对待，我再也不要给坏蛋治疗了。乔拉恼羞成怒，抓起曼雪莉狠狠地挤压她的身体。
曼雪莉痛得大叫，眼泪慢慢滑了出来，眼泪滴在了一个守卫身上，受伤的守卫立刻满血复活。乔拉的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，准备像拧毛巾一样狠狠地压榨他一下。乔拉抓着曼雪莉走到受伤的干部面前，张开巴掌对着曼雪莉一顿猛扇。曼雪莉被揍得嗷嗷直叫。远处的紫罗兰看到这一幕，急得大叫雷欧。此时雷欧正甩动着自己的小短腿，一路小碎步猛跑。乌索普简单分析了一下曼雪莉的能力，如果这种治愈能力被敌人使用，那敌人岂不是会源源不断的涌出来，那还打得亏呀。而且像沙腾这种变态的能力者，一旦复活恢复意识，至今为止所有的努力都成泡影了，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雷欧的身上了。在众人的瞩目中，雷欧来了，他迈着小碎步终于来了。但此时乔拉已经把曼雪莉拧出了眼泪，眼看着曼雪莉的治愈泪水就要洒在那些伤者身上了。雷欧，你来对付乔拉！甲壳虫队长独角仙冲出来，用自己的大铲子直接将伤者们铲飞，曼雪莉的眼泪全都洒在了地上。雷欧冲过去，用自己的裁缝技术将伤者们和乔拉缝在一起。乔拉倒在地上，终于失去行动能力。雷欧很酷地接住曼雪莉，将她抱在自己的怀中。曼雪莉抓着雷欧的衣服，眼前的雷欧就像个王子一样。雷欧掂了掂公主，说道：“公主，你又中了哟。”曼雪莉上前就是一拳，营救行动成功。雷欧和独角仙队长准备撤退，曼雪莉公主以自己受伤了为借口，想要雷欧背着她离开。雷欧无情地拒绝了曼雪莉公主的要求：“你如果受伤了，自己治愈就好了。你跑得那么快，干嘛让我背？”独角仙队长上前就是一拳：“你这小子到底是有多迟钝啊！”三人迅速逃离现场，乔拉挣扎着爬起身来，找到一个电话筒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必须通知少主多弗朗明哥。寺庙工厂，弗兰奇和奶嘴哥的硬汉对决还在继续中。弗兰奇一拳下去，打向奶嘴哥。奶嘴哥潜游进入地下，绕到弗兰奇身后，一招背桥摔。如此作战方式屡试不爽，众人惊愕。同样的招式，弗兰奇都中了30次了，居然躲也不躲，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？弗兰奇站起身，硬气地说：“在酒馆里有人劝酒，作为男人能拒绝吗？这个家伙的招式我都不躲，全部硬扛下来，然后将他打败，这就是我的硬汉风格。”奶嘴哥跳起来，直呼硬气，潜入地下后，抱着弗兰奇一路游到外面的塔顶。男子汉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就看你有没有命接下我这一招。如果你没死，那就算我输。奶嘴哥抱着弗兰奇一口气冲出塔顶，一直飞到至高处，接着一招超高距离背桥摔，抓着弗兰奇从空中直接坠落。一声巨响，地面的岩石直接被砸碎。奶嘴哥游入地下，毛事没有。弗兰奇倒在一片瓦砾之中。奶嘴哥以为自己稳赢了，潇洒地转过身，而他的身后，弗兰奇顽强地从瓦砾中站起身来。这次该轮到我了。弗兰奇奔向奶嘴哥，狂风骤雨般的拳头挥洒在奶嘴哥的身上。奶嘴哥双手交叉在胸前，躲也不躲，硬生生扛了弗兰奇一拳接着一拳。奶嘴哥这奇怪的装束有一段不长但感人的故事。曾经的肥胖大叔奶嘴哥也是一介英俊潇洒的青年。在他加入唐吉诃德家族之后，遇到过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露西安。女人讨厌海贼，奶嘴哥就谎称自己在银行工作，两人很快结婚并有了孩子。某一次，奶嘴哥外出执行任务，孩子在家突发高烧，女人很害怕，到处打电话寻找奶嘴哥，甚至于将电话打到银行，但就是找不到奶嘴哥。最终孩子不治身亡，女人将所有的罪过归在奶嘴哥身上。她早知道奶嘴哥不是银行员工，而且猜测奶嘴哥很可能干一些违法乱纪的工作。女人赌气冒着风雨离开家，却遇到房屋塌方，被深埋在废墟之中，结果成了植物人，不能说话，没有表情，也不会动。奶嘴哥日复一日地捧着鲜花到医院照顾女人，为了哄女人开心，奶嘴哥把自己打扮成婴儿的样子。没想到女人看到后，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微笑的表情。从此之后，奶嘴哥脱掉了昂贵帅气的西装，换上婴儿纸尿裤，带着奶嘴，每天就以这身装扮到医院看望妻子。周围人对奶嘴哥投去鄙视、嘲讽的目光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家伙一定是因为孩子的死疯了，就连家族内部的干部也都在嘲笑他。但奶嘴哥丝毫不介意，因为只有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，妻子才会对自己露出微笑。奶嘴哥一边默默地流泪，一边承受着弗兰奇的重拳，甚至忘记了还击。弗兰奇最后一拳憋足了力气，将奶嘴哥打倒。奶嘴哥失去作战能力，寺庙工厂前的战斗，弗兰奇宣告胜利。你到底想起了什么，才会哭成这样啊，兄弟？弗兰奇走上前，用粗大的机械手拭去了奶嘴哥眼角的泪水，默默地说：“如果将来有一天还能在哪里相遇，我们边喝酒边聊聊那个叫露西安的女人的故事吧。”弗兰奇带着小人族们走进工厂的大门，热血沸腾的战斗音乐响起。弗兰奇大吼一声：“小人族们，把这个一直折磨你们的工厂破坏掉吧！”众人齐声应和，一起奔向工厂。弗兰奇喘着粗气，最终因为重伤和故障仰身倒地。
王宫城内，贝拉米不自量力地挑战路飞，路飞根本不想和他打架，忍着不还手。贝拉米说出了一句十分沙雕的话：就算我死了，只要能将你打倒，我也能活在多弗朗明哥的记忆中吧。路飞还在试图劝说贝拉米放弃，毕竟他现在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了，身体不断的飙血，如果再打一架，估计会立即暴毙而亡。但是贝拉米根本不听劝，高速移动身体，找准机会猛出一拳，狠狠砸在路飞的脸上。皮卡与索隆一战，索隆可以说完虐皮卡，只不过皮卡的能力太过棘手，打不过就躲进石头里逃跑，根本不和索隆正面硬刚，搞得索隆十分疲惫。皮卡得知花田战争，迪亚曼蒂居然被打败了，气得他甩掉索隆，来到花田上面。巨鹿师看到皮卡的丑脸从石笋中凸显出来，立刻举起长剑，充满戒备地站在雷贝卡的前面。对你们来说，利库王算什么？皮卡没有立刻对巨鹿士和雷贝卡发起攻击，而是用他尖嗓门问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。利库王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国王，是一个能够使德雷斯罗萨成为一个万里晴空、鲜花绽放的让人心满意足国度的国王。皮卡听完巨鹿士的一席话，默默消失在了石笋里。几秒钟后，整个王宫高地剧烈地颤抖起来，仿佛一场大地震就要来临。接着从王宫高地第3层开始，大地逐渐长出石笋，也不知道这个娘娘腔到底想干什么。索隆气得大骂：这小子到底想不想打架？一直躲来躲去的，简直耽误了大哥拿人头刷经验。如果让我逮到他，老子一定砍死他丫的。皮卡知道索隆惹不起，根本不和索隆打，直接对那些伤员出手，以此来博得优越感。索隆拔刀冲过去，一刀将皮卡的石头脸劈成2半。皮卡问索隆：这么多的侵略者，为什么只有多福要受到指责？索隆表示：关我屁事儿，老子的任务就是砍了你这个娘娘腔。皮卡附身在巨型石像的身上，尖叫地说道：这个国家的国王只有多福一个人。皮卡远远地看着利库王所在的地方，移动着巨大身躯，一步一步走过去。既然国民都希望赶走唐吉诃德家族，拥护利库王重新登上王位，那就直接将利库王干掉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巨型皮卡抬起脚，顿时飞沙走石，索隆赶快追了上去，但是以他的体型，目前对皮卡来说就像一只蚂蚁一样。皮卡一步跨出去，够索隆跑几百步了。索隆一时间很难抓住皮卡，海军们架起大炮阻击皮卡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索隆快速分析了一下局势，照这样的速度，自己还没有追上他，那个娘娘腔混蛋就已经一拳头锤爆利库王和乌索普等人了，所以必须立刻想出一个紧急的制敌方案。第一种作战方案就是用隔空斩击的方式，用剑锋砍了他。不过这个距离有点长，威力不够，恐怕不能干掉他。第二种作战方案，跳起来飞过去，当然还是不行的。第三种作战方案，用隔空喊话的方式通知乌索普，但是显然也是受距离限制，无法达到。那么用电话虫呢？哦，自己没带电话虫。看着皮卡距离乌索普等人越来越近了，索隆追了一段路，突然发现这么追根本不是办法，那就用最后一种作战方式，跳到空中，直接将这个娘娘腔砍成一半。此时的皮卡开始发飙，一脚跺在地上，周围的建筑和国民们全部被震开。利库王担心伤及无辜，让军队长疏散了高地的群众，自己站出来吸引皮卡的注意力。皮卡走到利库王面前，举起巨大的手掌，一掌抓下去。没想到那些离开的群众们折返回来，挡在利库王面前。皮卡停住手掌，嘲讽道：利库王居然有人气了，挺不容易的呀。唐吉诃德家族向来崇尚用暴力治国，对于利库王那种温文尔雅的治国方式颇为看不起。而利库王坚定地说道：杀戮成性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。皮卡不屑地说道：所以好人都是没有办法名垂青史的，他们只会白白的送命。皮卡一顿嘲讽之后，巨大的手掌拍了下来，乌索普吓得失声尖叫，而利库王却巍然不动。这时索隆从天而降，3把装备上武装色的刀拿在手里旋转起来，3刀流奥义，一大3000，大千世界。一道刀光，皮卡庞大的身躯被拦腰斩断。不过这还不够，根本没有伤到皮卡的本体。索隆从裂缝中穿过去，踩在高地墙壁上，转身跳回，接着一刀将皮卡斩成2半。这时索隆已经发现了皮卡的秘密，皮卡会像一条蚯蚓一样在岩石中来回穿梭，只要找到藏着皮卡本体的石头砍下去，总会将它砍死。索隆接着一刀将石像展开，因为此时的碎石都在半空中，如果不触碰到地面，皮卡就没有办法藏在土地里，所以这些碎石中总有一块石头藏着皮卡的本体。给我滚出来！索隆将碎石斩得越来越小，皮卡被逼得在碎石中浮了出来，然后用武装色覆盖全身，企图用霸气对抗索隆的斩击。索隆不屑一笑，想对抗我，前提你的霸气强过我才行啊！井底之蛙。皮卡怒了，身为唐吉诃德家族的最高干部，他还从来没有如此的受人侮辱。皮卡纵身跃起，冲向索隆。索隆转动手中的3刀，迎上皮卡3000世界。皮卡用特有的尖嗓门发出一声惨叫，鲜血飞溅。利库王以及下面的一群人都惊呆了，被认为无敌的唐吉诃德家族最高干部在索隆手里如此不堪一击，而且看上去索隆似乎根本没有用上全力。索隆潇洒地将刀收入刀鞘，
别在这里丢人了，娘娘腔。我是剑木君，咱们下期见。